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科技烂的频道。今天我会告诉大家如何用 Fable 5开发游戏的，以及我们做了很多款小游戏，游戏大厅。那我这边是在导航站里头把我的游戏大厅公布在这个位置，然后大家可以进来。目前是放上去了有4款游戏都是拿 AI 来做的。那这个就是 Fable 5做的一个炸弹人。可以布炸弹，就是我们那种经典的那种玩法，再加上多人联机，这个感觉玩起来会比较好。而且这些项目都是可以 Docker 部署的。我也做了科技烂的一键脚本，大家如果想玩，用命令直接可以一键部署的。看这个就是死亡以后，你又重新开局。它这个机制不是说一局一局的，而是大世界永远常驻。我要被自己炸死。手机端PC 端都可以，但是 PC 端的整体的体验要好很多。然后就是我们这个大乱斗，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历史的一个排行，你可以去观战啊，你可以看到整个场景里有没有玩家玩。你看这3个玩家在一起玩，都是通过你要跟 AI 具体的描述需求，然后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效果。然后我们也可以亲自上场。点击这个亲自上场，我们上下左右光标就可以移动，空格是放大招， A 键是平 A， 这个有点像 DNF 那种。然后呢，它这块呢还有昼夜系统、光照系统，这个是如果你到晚上了，它那个氛围就会发生变化。你看黄昏的时候，它整个氛围就会发生慢慢变化。当时 Fable 5还在封禁的状态，所以我是拿其他的去在做的 AI 去在做的这样的一个光照效果。你可以看到场景就开始发生变紫了。我们发现到晚上了，你这个视野就会发生变化，就会变得很暗。然后这边也是有商店的，你可以摁 E， 然后在这边进行购买外观。然后包括它是可以在这儿聊天的，其他玩家都可以在里头一起玩的。如果你对这款游戏感兴趣，同样它也是支持一键部署部署到你的服务器。当然这一类的游戏呢是那种高交互的，所以建议大家还是用延迟比较低的环境下进行，国内的部署在国内。如果说你只是局域网，都是一键部署的。这是这一款游戏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我这边是大概怎么用的。我这边基本上是 Cloud Code 用 Fable 5这边去做一个主体的初始的一个制作，原型的一个制作，大概会提到类似于这样的需求。因为我有一款比较不错的这种，我就会让它沿用我这样的一个架构，然后里面呢是有多人联机的机制以及 Docker 部署的规范。那我直接让它参考这个游戏去做就行了，做一个精美的 FPS 第一人称的射击游戏。依然我还是会强调，会告诉他地图生成的机制，以及地图内的掉落物以及怪物，神秘的商人卖一些外观属于中长线的这种死亡后的机制，跟他简单提一下。还有聊天排行榜这块的，就让他去参考老游戏以及观战，这3个模块其实都是通用模块。什么意思？我所有游戏都会有这3个模块再去使用，因为多人联机它势必会有这些元素，所以直接非常好理解。无非变化的可能就是内部，其实内部也都大同小异，跟我那个大乱斗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区别。包括有一些游戏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机制，针对性的优化，它就简简单单的给我述说，就直接帮我搞定了。帮我搞定成什么样了？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刚才这个游戏大厅，让我们刷新一下。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刚才做的霓虹竞技场，点击进来，你就可以看到这边是一个排行，这一块就是玩家的一个情况，这个是我们的观战，你可以看到这块的一个战况 ，WSD 去可以控制，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玩家数 table， 这个就比较符合那种 CS 的那种风格。我们左右你就可以跟随，第三人称跟随，这些是比较那种抖动比较厉害的，它就是机器人，抖动不厉害的玩家。还有这个是我之前做的那个，把这个先关了。
我先静音一下，这个就是我们之前敲砖头，也是多人联机的，也是可以一起联机的，跑到最顶上的。这个是一些经典玩法，我在里面同样加了一些怪物和道具，整体的玩法变得更符合多人游玩的状态。当然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，它同样也是会有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排行榜，所有游戏基本上都是这一套啊。聊天呢也都是在这里面直接可以去聊的，这个都是相同的。我直接就是说你帮我把大乱斗里的聊天拿过来直接去用就可以了，基本上就是一句话的事儿。我跟大家讲讲我们这个消耗这一块做下来，大概 Fable 5 Max Pro 用户这边的使用量基本上就是已经重置了，基本上的使用量大概到这儿做一款游戏 FPS 游戏大概到这儿，然后后头你可能再问一两个问题，你的额度就满了，基本上就是这种程度的工作量，完成度还是非常高的。3D 游戏实现起来可能还是比较困难，但是2D 它其实能做得很不错。这个疯狂碰碰车它直接基本上没什么太多需求，一下子做出来的，包括音效都给你加好了。音乐它可能没有，音乐我们可能需要去调。它这个就是玩家和玩家之间互相碰撞这样的一个类型的游戏，就是碰完能把玩家击飞，有一种爽快感的成分在里面。其实都可以去设计机器人，设计的更智能一点，也不至于一个人玩怎么讲特别枯燥。我设计的现在基本上都是联网游戏，没设计纯单机的这种游戏，还是有点自己东西在里面的，包括架构也好，包括这种部署也好。那小伙伴们拿到了，说这些游戏我其实都已经开源了，我已经放在了我的开源社区。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大厅，在这个大厅里头，你可以看到这块地方有 GitHub， 它是一个开源的项目。我们现在有5款，我已经都放在这里面。然后如何去部署，我这边是会给大家提供科技烂的一键脚本，就非常方便了。它其实是归根结底就是 Docker 来部署。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吧。我这边拿我的那个莱卡云家的机器，就是云服务器。为了让国内小伙伴玩起来比较顺畅的话，我这边用的是浙江的 BGP 的电信，这个是大概的一个价格，大家可以去关注，根据你业务需求吧。对，这块呢是它的一个 IP， 然后左边呢就是它的用户名密码，然后你直接输入到这边来，这个是 SSH 连接工具，你可以用 Charshell、Fanshell 来做这件事情。好，那我们上来了以后呢，我给大家演示我那个大乱斗是怎么样是做的。比方说你想部署一个大乱斗，你看科技烂的这个博客，然后你可以找到科技烂的一键部署脚本，就是这个，复制一下。好了，那我们进来以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现在是未安装，我们选择1，然后给它一个端口，我们3031吧，3031这样的。然后它就开始拉取镜像进行部署了。这个镜像呢非常小，大概就是50来兆。然后这样部署好以后呢，你直接就访问地址就行了，就这么简单。看这个是大乱斗，直接完成部署了，就是一键的，全都以这样的一个形式罗列出来，就是一个文章形式罗列出来，把每一个都可以让你用这种方式部署起来。比方说我们要部署这个，同样呢也是摁1，然后进行部署，那我们就是3032这样的，然后它也是拉取，那我已经放到 Docker Hub 上了，然后大家只需要按这个思路走就行了。那这个游戏也做出来了，你看直接就可以玩了，就是你可以在你的小圈子里，这个在海外的话可能还是会比较卡一点。还有就是我们这个 Fable 5，它其实订阅模式下没有几天了，我只是跟大家讲一下我 Fable 5到底用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。当然它不是完全十全十美的，后期你还要进行很多轮的这种迭代，这个是逃不掉的，因为有些时候呢它不会那么符合你的需求，你还得去做一些微调，做一些调整，来让你这个游戏质量变得更高，完成度变得更好，
以达到这种接近成品的质量效果啊。如果你纯靠这个 Fable 5的第一个阶段给你的游戏内容，其实是远远不够的，是需要花时间精心打磨的。对，所以才会有这么多款游戏在这边。未来的话，游戏可能还会增加。这款游戏呢是论坛里的小伙伴开发的一款游戏，它这个呢是打僵尸的游戏。当然，它这个是属于弱联网单机游戏，就是纯靠那个历史排行来去玩家之间进行比较，不是实时交互性很强的那种。然后，如果对这个项目比较感兴趣的话，欢迎我们这边去点这个 Star， 大家可以去看到这一个提示，只能用在本月的7号。7号以后呢，我们该怎么用呢？它就是额外花钱买了。是比其他的模型要强，大概30-40%的能力提升吧。然后它其实比 4.8 速度要快，就是它花半个小时 ，OPPO 4.8花1个小时都不一定有它半个小时完成的这个质量高。基本上飞波5的使用就这1-2天了，我可能还会去再做1-2款游戏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节目。欢迎大家收看。未来关于这个好的模型如何去做什么样的项目，我可以跟大家分享，甚至说大家有什么好的点子也都可以提出来，在评论区积极沟通交流吧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